家好，我是 Rachel 的寄存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网络安全这一方面的新闻啊？不难发现，在2018年之后，这种二进制的漏洞越来越多，然后路由器也出现了很多的，我们说的零日漏洞。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吧。好的，那如果我们想要学习 Tcache Bin Attack 的话呢，那我们就得首先了解 Tcache 它是个什么。那在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巨大分水岭，也就是 glib 2.26。在 glib 2.26的更新中呢 ，glib 它突然更新了 Tcache Bin， 但是在 malloc 函数中我们没有找到为什么关于需要启用 Tcache 的说明。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很小的猜测，就是 glib 为了加快内存分配的速度，也就是效率，重新设计了一个内存分配系统，也就是我们 Tcache。了解完 Tcache 启用的原因呢，那我们就对 Tcache 的结构做一个分析。在 Tcache 的内存管理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首先 Tcache 为单向列表，它是通过 FT 连接下一个 chunk 的。第二，它有和 Chan 一样的 level， 也就是 lasting first out。第三，它有一个 key 指针，然后这个 key 指针指向了当前 Tcache Bin 的状态。在 free 状态呢，这个 key 指向 Tcache 管理器， use 状态设为了 null。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TC index 了。然后这个呢，就是根据 Tcache 大小所计算的一个索引，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大小编号。它的计算公式就是 size 减去 0x20 加上9的和，再除以 0x10。可以理解从大小 0x20 开始之后， Tcache Bin 的大小每增加 0x10 的话，它的 TC index 就加1，这里写错了，是加1啊。第五，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个结构体，叫 Tcache Pre-Thread Structure。 这个呢是用来管理 Tcache Bin 的一个结构，一般会被申请为变量 Tcache。然后在这个结构里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首先是我们的 Tcache Entry， 这个就代表着拥有同一个 Tcache Index 的 Bin 都会被放入到同一个 Bin List 中。然后这个 Tcache Entry 呢，它就指向这个 Bin List 中顶部的 chunk， 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成 SP 指针了。下一个呢就是 Tcache Count， 这个很好理解，就是引锁为 Tcache Index 的 Bin List 中存放的 chunk 数量。现在呢，我们再对 Tcache 的一些操作函数做一些解析。首先我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 Tcache Puts 函数。这个函数顾名思义，就是把一个 chunk 放入到 Tcache List 里面。首先它获取了 chunk 的地址，然后给它复制成了一个 e 的指针变量。然后下一步呢，这一步在 glib 2.27 之后都会出现，也就是给 e 设置了一个 key 指针，然后同时把这个 key 指针指向 Tcache， 代表这个 chunk 是在 free 状态的。那么下一步呢，它就把这个 Tcache chunk 的 next 指针，也就是 FD 指针指向 Tcache entry 数组，也就是说这个 Tcache Bin List 中的第一个 chunk。然后再下一步呢，就很好理解，它将 Tcache count 变量加了1，这个 list 中多了一个 Tcache Bin。那下一个要讲的函数呢，就是 Tcache get 函数。这个函数不难理解，就是从 Tcache Bin List 中取出一个 chunk。然后这个函数呢，大多就是对 Tcache Bin 的一些指针进行一个设置。我相信大家通过我上面的理解也很好看懂这个。那我就不给大家讲，大家可以自己尝试的阅读一下源码，然后看他做了什么操作。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 Tcache 漏洞利用环节的学习上了。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漏洞就是 Tcache Poisoning Attack。那这个函数呢，它出现在 Tcache Get 函数中，然后它需要一个 UAF 漏洞，同时你能写一个 Tcache Bin 的 FD 指针。由于 Tcache Get 函数会从 Tcache Entry 中取出 chunk， 而 Tcache Entry 呢，在上一步中会被修改成拿出 chunk 的 FD 指针。我们只需要将 fake chunk 的 FD 修改成一个 fake 地址，然后我们将 Tcache fake chunk free 掉之后呢，再 malloc 一个 chunk， 那这个 chunk 呢，就是在我们想要的地址上了。好的，那下面就是我们的 Tcache double free 漏洞利用了。首先，在 glib 2.26 的 Tcache Puts 函数中是没有引入 key 值的。
这就说明我们可以在不需要任何漏洞的情况下，通过 double free 来实现任意地址写。那怎么 double free 呢？我们只需要很简单的申请一个 chunk， 然后同时 free 这个 chunk 2次，然后再 malloc 回其中一个，最后修改这个 malloc chunk 就能实现修改这个 free 掉的 chunk 的指针，然后最后实现 tcatch poisoning attack。不过 glib 它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然后在 glib 2.27的版本下就针对堆块的重复性进行了改写。当然这个是有绕过方法的，我们在后面会。那下一个我们学习的攻击方式呢，就是 tcatch pre-thread corruption。这类攻击的题型比较少见，这一类题型主要考察的还是大家对 tcatch pre-thread structure 结构的了解。由于 tcatch 堆管理器也在堆上，那么也就是说明我们可以通过 partial overrides 写某一个 tcatch 的 ft， 只用2字节左右，然后最后通过 poisoning attack 就能申请到整个 tcatch 堆管理器的位置了。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一个 tcatch 了。那这种攻击的手法呢，比较适用于可写字节比较小，只允许1到2次 double free 的情况。好的，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个比较高级的 tcatch 漏洞利用手法，那就是我们的 tcatch stashing unlinked attack 了。首先这个漏洞可以达成任意地址写，然后同时也实现一个和 unsorted bin attack 差不多的效果。然后这个漏洞需要的条件就是当 tcatch 没有满，然后同时有 small bin 的情况下，然后同时我们可以修改 small bin 的指针，然后制造一个 fake chunk 在一个需要写的地址，也就是在需要写的地址构造一个假的 small bin。那么这个时候呢 glib 它就会把假的 small bin 搬入到 tcatch bin 中，然后下一次我们 malloc 的时候 malloc 的 tcatch bin 就不是真正的 tcatch bin， 就是我们在那个需要写的地址的一个 chunk 了。然后这个原理呢，就是 glib 它只对链表的完整性进行检查，但略过了其他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可以伪造 bk， 然后导致在便利 small bin 的时候出现一个在目标地址的假 chunk， 然后最后它会把这个假 chunk 放入到 tcatch 当中。那说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从源码上来看一看。那这里如果程序启用了 tcatch 就会来到这一段代码，可以看到啊，这里进行了一个 while 便利，也就是说如果当 small bin 不如空，而且 tcatch 也没有被填满的情况下，那 glib 呢就会将 small bin list 中剩下的 chunk 复制到 tcatch 中。这里可以看到它进行一个便利的操作啊。那下面呢，这个漏洞利用就成功了。那同时这里也说到了，这里可以实现一个和我们上次说的 unsorted bin attack 差不多的效果，也就是一个 unlink 攻击。它会将这个 chunk 放入到 tcatch 当中，和我们说的一样，原丝不动。这个 tcatch victim 的内容完全没有被改变，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地点被改变啊，就是丝毫不动的放入到了 tcatch bin 中。看完源码，下面我们再用 GDB 来调试一下这个 tcatch stacking attack 的程序。看完了源码，我们接下来再来用 GDB 来调试一下。在左边呢，我将这个 how to heap 的一个 POC 用中文注释了一下，稍后我会上传到我的网盘上，然后把这个链接发到评论区里面，让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看。那么就来调试一下吧。同样的，我们首先在 main 函数下断点，然后单步源码级调试。好，首先前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主要来讲就是它申请了3个变量。首先是这个 stack variable， 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我们需要修改的地址，然后把它设为了0。然后后面呢，申请了一个变量名字叫 chunk list。这个 chunk list 其实就是方便我们申请和释放 unsorted bin 的，这样我们才能拿到 free bin 嘛。然后最后呢，又申请了一个 target， 这个 target 就类似我们之前 unsorted bin attack 攻击的地址。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一共申请了9个 chunk， 然后每个 chunk 的大小为 0x90。申请完9个 chunk 之后呢，我们又 free 掉了其中的7个 chunk， 然后把它们都放入了 tcatch 中。这是6个 chunk 了。
然后最后呢，我们又 free 到了一个 chunk， 然后这个 chunk 呢会导致这个，然后这个 chunk 呢就会导致 tcatch list， 那这个 chunk 呢就会导致大小为 0x90 的 tcatch t， 那这个 chunk 呢就会导致大小为 0x90 的 tcatch bin list 为满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 free 掉两个 chunk，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两个 chunk 就会进入到 small bin list 中了。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哦，不好意思，说错了。那这样呢，这两个 chunk 就会进入到了 unsorted bin 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 free 掉两个 chunk， 可以看到啊，这两个 chunk 都会进入到 unsorted bin 里面。是吧？可以看到这两个 chunk 都在 unsorted bin 里面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再申请一个大于这个 0x90 的 chunk， 让这两个 bin 从 unsorted bin 里面出来，然后进入到 small bin 中。可以看到这两个 bin 已经成功进入到了 small bin 里面，然后同时呢，这个时候 tcatch 也不是满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再从 tcatch 中free掉两个堆块，这样才能满足其中一个 tcatch 不能为满的条件。好，这样呢，这一次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tcatch count 结构体中的 count 就是5了。那这个时候 tcatch 不是满的，然后同时 small bin 中有两个堆块，那这个时候 glib 会有什么操作呢？对的，和我们 PPT 里说的一模一样。这个时候 glib 就会把这两个 small bin 全都复制到 tcatch bin list 中。那接下来就到了漏洞利用的关键了。我们将 small bin 的 bk 指针指向我们的 target address， 也就是 stack variable， 也就是我们需要改写的内容。这样就跟我们上面对 glib 源码的解析一样。当 glib 在便利 small bin 的时候，就便利到这个位置在我们需要写的特定位置的一个假 chunk， 这样子，同时它也会被放入到 tcatch bin 当中。那么下一次我们申请到 tcatch bin， 那我们就会申请到这个假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如此呢？好，这里我的程序出了点小差错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是这样的。好的，那我们学习完了 tcatch stashing on link 漏洞利用之后呢，我们就来学习一些关于 tcatch 的进阶利用手法。首先，中间这一段代码来源自 glib 2027的更新。在 glib 2027的更新中， glib 更新了针对于 key 的检查。当 key 不为空的时候， glib 会通过 tcatch entry 指针便利整个 list。然后如果发现和当前 chunk 一样的堆块呢，就会报错。那这一段代码主要的就是防止我们的 double free 漏洞了。那么如何绕过这个 tcatch key 的检查呢？那这边有个小思路，就是如果一个程序它有 off by one 或者 off by null 漏洞这种可以修改 chunk 的 size 域的漏洞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 off by null 来溢出单字节，然后修改 chunk 的大小，然后导致在计算 tcatch index 的时候出现不同大小但是地址内容相同的 chunk。那这个时候就会因为储存在不同的 tcatch entry list 中，最终不会便利到自己，然后这样就绕过了检查，实现了 tcatch double free 的漏洞利用。好了，那今天的课就到了这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哦，过一个好的新年，拜拜。